大家好，我是 Irene。在这个章节，我们终于要来进入到如何将 API 上架到 Superior 咯。那这个单元呢，会先教大家建立界面 interface。首先，我们必须先建立资料夹，点选右上角的建立，来建立资料夹。进入到资料夹内 ，OK， 我们点选右上角建立规范，依序输入你的规范名称，我取名为以及别名就是会显示在你商城上面的名称。接着输入标签，以及这一支 interface 的详细资讯。那我们打个大概，取得股票价格数据，这 interface 指定 API 需要的方法。接着点选建立。建立成功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interface 里面了。那我们刚刚有点选 post 的方法，所以它这个最上面这个方法会写 post。接下来呢，这个就是概要。股票价格，提供指定股票数据，透过指定股票代码。那针对你这个 request 的 body 的描述，输入欲查询股票代号，指定栏位以及日期区间。那么设定这个 content type， 那我们这边的 content type 呢是 JSON。接下来对你的 schema 进行描述。输入含股票代号、栏位等资讯。Schema 的 type 呢会是 object， 那么 object 里面呢就可以放我们 JSON 的参数主要有哪些了。那在 Schema 的 object 里面，一开始会给你们这个范例的参数，那可以选择要留着或者是要使用这边去改。那我们这边呢，先把它整个删掉。重新建立。好，第一个参数呢就是 symbol list， 就是我们指定股票的列表，所以给它一个描述是指定股票列表。接着呢，给它 alias 别名会在线上测试时来显示。别名呢就是股票列表。设定它的至少要为一个，并且它的项目内容这个 list 里面要存放的资料呢，type 必须是字串。最后再给它一个描述，就是里面存放的东西叫做指定股票代号。会在右方显示这个 array 里面呢会是 string， 那这个 string 的 description 就是股票的代号。再给它补充一点描述，例如0050
这样子。接下来呢，下一个参数名称是 time frame。time frame 我们的时间区间，给它一个描述，就是指定时间区间，指定预取得资料之时间区间，然后给它一个别名的话，简单就好。那么它的 type 呢会是 object。object 里面的属性会有，第一个是开始的时间，给它一个描述，预取得股票之时间区间开始日期。那么给它一个 type， 它的 type 必须是 string。因为是日期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format， 它的格式呢就必须依照日期的格式来填写。那么同样的，我们还需要的是一个结束的日期。结束的话，参数名字是 end。那么记得修改描述和别名。好的，那么还有一点必须补充的是，因为这两个参数都是必填，所以我们会在 object 的这一层填入这个 object 的必填参数有哪些。必填参数包含了 start date、end date。time frame 的部分我们也完成了。接下来最后一个参数 column， 一样，我们先给它一个别名，指定栏位，预回传资料栏位。那它的 type 呢会是 integer。最后给它一个 menu， 让使用者呢可以透过 menu 快速的去选择他想要的栏位。那栏位有第一个是开市，开市的 value 是0，最高点的 value 是1，接着是最低点，然后是关市。成交量，那我们栏位都完成的时候呢，最后呢，一样我们加上这个 object 的必填参数有哪些，所以我们将这3个栏位名称都加到这个 object 的必填参数。我们在加的过程中呢，就可以看到旁边这个栏位名称的最左边有一个 request， 就会自动打勾。设置完 request 参数的资料之后呢，现在我们来定义回传的资料吧。那回传的部分呢，就是在下面 response 的部分。第2层呢，显示的是 status code 状态码。那么我可以在下面制定回传状态码为200的时候，需要符合哪些规范？首先，我们先给它描述，呼叫状态码为200的时候，描述就是呼叫成功。schema 给它描述呼叫成功，回传参数。那么呼叫成功回传参数下面的 property
第一个呢就是 status 呼叫状态。它的 type 为 integer， 最后也一样给它一个 alias 状态。接下来呢是呼叫结果 result， 给它一个别名结果，然后给它一个描述呼叫结果。那么这个 result 是一个 array 里面的 item 呢，我们一样给它一个 alias， 个比结果，一样给它一个描述，就是更详细的描述是各时间区段。它的 type 呢会是一个 object。那我们来制定 object 里面的 property 吧。首先呢，里面每一个 array 里面的 object 里面各自都会有第一个资料 time， 就是它的资料取得时间，给它一个别名是时间。然后描述是资料取得时间，而它的 type 呢会是 string。第二个，每一个 object 里面的会有的资料呢就是 data。那 data 呢就是给它一个别名，给它一个详细描述该时段的资料。data type 呢，一样是 array。那每一个 array 里面的 item 呢，一样是 object。给它一个描述各资料的数据。就是说 data 里面会存放每一个时间段里面的资料的详细数据。那我们继续制定这个 object 的 property 吧。每一个数据呢会有第一个股票代号，一样给它一个 alias 代号，一个别名，然后再给它一个描述。那它的 type 呢，一样是 string。第二个会有的呢，就是这个股票的数值啦，价格，这个股票的价格，这个应该比较容易懂。股票价格的 type 呢，我们就给它用 number。最后点选储存，就可以储存该版本了。那么我们最后设置 status 跟 result 为必填，会设置在最外层。我们将 status 跟看一下最下面 result 设置为必填。好，那么经过刚刚制定 interface 的过程之后，我们试着自己制定错误的规范吧。就是当 status code 为400的时候，需要回传的 status 跟错误讯息。那么完成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撰写方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文件页面。在文件的页面呢，可以对规范文件来进行编辑。规范文件的撰写方式采用的是 Markdown 语法，在上方都有提供快捷的功能可以进行使用。而你在使用的时候呢，在左方编辑规范文件，右方即可以即时预览。上面的快捷功能分别有标题、粗体、斜体、删除线、分隔线、引言、项目符号清单、编号清单、合取方块清单、缩排、表格、图片、超连结、程式码跟程式码区块，大家都可以亲手试试看哦。那我们可以利用快捷功能与 Markdown 语法来撰写说明文件。内嵌程式码，那我们写个大概，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这个规范来去做说明文件的撰写。就可以点击更新，就会看到规范文件显示在右侧。那么除了规范说明文件之外呢，还有版本说明文件。那每一个 interface 的版本都可以有自己的版本说明文件，这让管理不同的版本会变得比较轻松。接下来我们进入情境页面，在情境页面所建立的情境会显示在首页，让使用者可以更快速的透过你的情境来带入输入参数。那我们来新建一个看看吧。首先输入情境名称，以及描述。接下来我们依照栏位来输入对应的值，选择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跟指定栏位，开始。接着要点选启用范例才会在首页显示哦。向下滑的话，可以看到输入，在输入的地方可以自定输入结果。如果制定了输入结果的话，在验证的时候 Superior 就会帮你验证输出与输入结果是否相符。我们这边先不制定，接着点选新增，就会看到情境已经出现在这里了。在设定好情境之后呢，我们点选右上角的3个点点，可以看到规范封面，让我们就可以上传准备好的 icon 来作为这个 interface 的封面。进行裁剪，点选更新，接着进入到设定页面，发布 interface， 然后我们再回到 API Store 的首页，就会看到我们刚刚发布的 interface 咯。那这个单元的教学就到这边，在下一个单元会教大家怎么将 API 部署到伺服器上，以利于之后上架 API 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